Hello，朋友们，我又回来了，回日本了。看，这是打工仔在过年期间他自己贴的这个，对联儿还有福字。很多人说啊，你不是待1个月回来吗？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然后其实大家都我在外面给大家录吧，因为在家里面录的话，我妈妈可能会有点情绪激动。这次是我妈妈跟着我一起回来的，回来的比较匆忙。为什么回来呢？给大家慢慢讲吧。是逼的不得不回来，因为我们这次回家很折腾的，我们也不想回来的。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哈，因为我视频当中没发那些不好的事情，因为想着毕竟回一次国嘛，想发一些开心的，也是赶上过年。其实我回家十多天吧，从3号开始，一直每一天都在医院里面。孩子大家说是水土不服哈，开直播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水土不服。反正3号开始，2号拍完照片，我儿子就开始吐，肚子特别疼，一直说肚子疼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第二天就去了医院，大夫说是这个呼吸道感染，因为他的那个反应蛋白 CRP 非常高，高到10多倍了，就建议打吊水。因为我们在这边，他的这个我看孩子的这个理念哈，看病理念就是，不到最后一步就是不会打吊水的，所以就是我当时。就说没有选择打吊水，然后就回家了。回家之后，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强烈。那个大夫也吓唬我们，他说你如果不看的话，不打吊水的话，会全身扩散。我说一个小小的呼吸道感染，它怎么能全身扩散呢？就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多严重嘛。然后我妈还坚持要打吊水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回家了之后，到了下午吧，他发烧比较高烧。后来回家了之后呢，我就又换了个医院。我心想这个医院吧不行，然后我就换了个医院，换到了这个第一人民医院，应该说也比较好一点的那个医院嘛。去了之后呢，我就是坚持吧，我觉得他是肠炎，因为他肚子特别疼，我就说应该是肠炎吧。大夫就是坚决否定，说不是肠炎，等于说第一个医生、第二个医生都说不是肠炎。然后呢，我们说没办法，那就扎针吧，就打吊水吧，我也就妥协了，那打吊水吧。给孩子吓得就是又抽血呀，又做皮试啊，又打吊水啊，我家孩子从来没有弄过，所以就是很恐怖，就反应比较，我也心疼哈。我老爸陪着我去的，后来打完吊水回家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，然后打吊水的时候还吐，还哇哇吐，肚子还会一直疼，然后那个就等于说已经就是2天了，就等于说是误诊2天了。当天晚上夜里发烧40度，我爸不行了，说赶紧去医院吧，又跑去医院。结果碰到一个大夫，他说你这个就等于说还是误诊，他没说是肠炎，等于说前3个大夫全部都是误诊。后来我们等于说第3天了，跑了还是第一家医院，正好遇到了一个真的比较靠谱的那个大夫，他说你这个就明显的肠道阻塞了，肠道梗阻了，小肠阻塞了，赶紧拍个片子。结果一拍片子非常严重，他说如果你再拖的话就非常严重了，因为肠道阻塞的话是不能吃不能喝，禁食禁水，断水断粮。但是我们呢，还是选择会给孩子吃，那也不知道嘛，就是说，所以说，他说你这个很严重的，还好就是查对了，这么一个，他说这么小的一个症状，怎么就是查不出来呢？我说那我也不知道，我前3个大夫我说是肠炎，他们都不相信，就等于说在这边等于说你碰到好大夫真的是，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的大夫不是每一天都上班的，而且每一天都更换嘛，所以就是。也很无语对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儿子就打了2天吊水，当时吊第1天的时候就药到病除了，就直接起作用了，然后就好了。回家之后呢，他让我第3天去复查，我又遇到了那个第1次去的那个大夫，他就是给我们开好多吊水，他说你这个还得再持续打2天吊水。哎呀妈，我说这怎么还要打吊水？因为孩子快受不了了，必须过年嘛，孩子还想在家里面多玩一玩。然后后来就碰到了主任。我们就说找人吧，不行吧，找主任吧。主任说不用打吊水，你回家拿开塞露开一开，它能拉了，就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。结果真的就回家开塞露开一开，弄一弄就好了，就没有打吊水。主任都说了，他们这个大夫怎么给你们开这么多药？那我们也不敢说什么，我们全程都是自费的，因为孩子没有户口，也没有医保嘛。这些事都是小事。后来就是我儿子，因为儿子他身强体壮，他好弄。后来呢，就传染给我家老二了。我家老二，我说那传染不就好，老二更好治了，对吧？我就直接去了，带老二也开始发烧，早上吐拉。我说这不对，这肯定就是肠梗阻、肠道梗塞。然后呢，就去了，就去那个医院。那个医院碰到的不是那个大夫，那你说怎么办？然后又碰到另外一个，等于说一个儿科那个科室有好多大夫，又碰到了一个。
那大夫就是我说我就直接上来我就拍片子，他说这片子看不出来，我说这片子怎么看不出来？我都看到这个地方有阴影了，应该是肠道阻塞吧。他说那你就拍个彩超，我说行，你让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，我就拍。拍完之后，结果还是误诊，耽误2天，打了个吊水，那个吊水它的药不对，就是又耽误2天，耽误2天之后，然后后来，再去的时候，妈呀，就是靠碰的，又碰到了那个给我儿子看到就是检查出来肠道阻塞的那个大夫，结果他说你这是明显的肠道阻塞，比你儿子还严重呢，就这样，然后就折腾孩子玩，折腾大人玩，然后打了2天吊水，也好了，好了之后呢，最后一天他晚上他感染成肺炎了。然后呢，就也不知道，然后到晚上夜里，我们就去检查，又是半夜去医院。你不知道，我们都是弄到啥程度，就是除夕夜里，然后那个初一都在医院里边，都在医院，一天都待10个小时，打吊水，因为时间很长，他好多水，也不知道就补什么，然后那没办法，咱们得听大夫的，对吧？真的就快崩溃了，然后那个肺炎还不是当天就查出来的，折腾好长时间，又换了个市立医院，说是最好的医院，然后又去市立医院检查，又重新检查血、拍片子，这那个的还不在一起，拿药、拍片子、检查，哎呦，跑得我小腿都断了，然后我爸爸背着我女儿，抱着我女儿一直跑得老头那腰都断了，那最后没办法，就去那个市立医院打吊水呗。打吊水还是晚上去打的，最压倒我们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个打吊水，因为你肺炎的话，你得拿青霉素跟红霉素消毒消炎嘛。先开始他开了那个青霉素，结果做皮试没过，就是孩子严重过敏，因为我家女儿是严重过敏体质。后来呢，他说那你就打这个红霉素吧，红霉素不要做皮试的，肯定不过敏。结果打上红霉素，那个时候是晚上7、8点。我们还在打吊水，那个地方就只能坐着，孩子只能坐着，而且他手全部扎青了，就脚就也扎青了，就没有地方扎了。结果打上那个红霉素之后，马上就有过敏反应，全身痒，全身胀，腿也胀，身上疼。然后，我说护士这不对呀，他说没关系啊，这不水吊的挺好的吗？我说你是不是扎的不对呀，或者怎么搞的，或者是不是过敏了？他说不是过敏，你就继续打吧，没事儿。然后就强硬着把孩子这么搬着让他打，因为孩子以为孩子闹嘛，结果我发现孩子不对，他开始吐了，就开始哇哇吐，不对了，马上就把那个针拔了，拔了之后就是我不看了，我不在这个地方看了，马上走了之后我又回到了就是最初的那个医院，就真的是几经周转，我爸都把我骂死了，因为心疼孩子嘛，大家都着急，又去那个医院，正好碰到那个大夫在值班，然后就跟他讨论，给他看片子讨论。然后他说我们这儿消炎的就是红霉素、青霉素，要不就是阿奇。你家孩子这个过敏，我们也就只能强硬上这些消炎的药，那没办法。那我说怎么办呀？我说我要是再转到南京那边医院，我还不如回去呢。我说那你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吧。他说你这个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回日本治疗吧。然后我们当时连夜我的机票改了3次。本来是3月8号回的，然后说2月20号回吧，早点回来好一点哈。2月20号也等不住了，就直接2月12号回来了。回来就是从南京飞的大阪。我说孩子在路上发烧怎么办？他说你就吃点那个布洛芬压一压，几个小时没关系的。然后就回来了。回来了也很神奇啊，在路上到南京到大阪，到大阪之后孩子就不发烧了。我打算带他去复查一下。老三夜里发烧40度，就是赶路的夜里发烧40度，回日本之后吃点那个药也好了。很多朋友说是水土不服，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。总结来说吧，这一路辗转回趟国，就团聚真的太贵了，孩子实在是折腾坏了，我也心疼坏了，孩子都瘦成皮包骨了。不管在哪里吧，孩子健康的，就好了，我也不敢在国内再多待了，因为我们住院都是自费，自费倒是无所谓，你只要能把孩子看好就行了。孩子都折腾的都没有力气了，就是那种已经都蔫了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好了，现在就稍微好一点了。我回来带他去医院再复查一下。最后来说吧，我这回国之旅挺开心的，孩子不愿意回来的，孩子就是觉得在中国好好玩，那么多玩具啊，那么多玩的地方呀，游乐场呀，就带着病去玩的。因为孩子想出去嘛，因为天天在家里面待着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旅途还是算是愉快的，就是说挺折腾孩子的，孩子太小了，以后等孩子稍微身强体壮一点再回去吧。这次呢是我妈妈跟着我回来的，在这边帮我带孩子，她5月份就要回去了，回去之后还不知道有没有人接班，我也不知道。虽然孩子多，确实是很艰难。
我会坚持努力加油的。